江助理不用紧张，例行约谈而已，不会为难你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用说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根据现有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推断。江南，这次约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事实，所以我需要你的配合。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。万耀明是我的父亲，但这并不违反公司条例，而且我这个级别也无需报备亲属情况。单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我并没有违反公司的任何规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身份没有对任何人讲过。涛总对这件事毫不知情，我可以保证。江助理，我觉得你没有诚意，我们不妨直接一点吧。现在投标方案泄露了多少？林少涛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牵扯到了多少？我知道你很想帮他，但是你必须要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，才能帮到他，而且这也是在帮你自己。严总，你很聪明，预设一个结果来问过程，这很狡猾，但也很可惜。你这种方式不会达到目的的，因为你针对的人是涛总，而涛总是个很磊落的人，比你要坦荡磊落10000倍。抱歉，我只愿意跟简总监谈，不愿意跟你这种人谈。可以啊，那就你们俩聊。但是我必须要在场。我不介意你情绪化，但是我要警告你，如果你不配合我们，那将来产生的所有后果以及法律责任，都由你来承担。你们聊吧。喝点咖啡。简总监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现在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你需要用事实让所有人相信你。我知道这次投标的重要性，我也知道奥军创达也参与了这次投标。现在有人要利用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当做借口，这不需要任何证据，就已经把涛总拖入了死局。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事实说话，来降低影响。我现在没办法证明自己没有泄露公司机密，所以咱们不能从这里破局。现在是有人在针对本土化改革，也就是针对涛总，只要能够证明是这个动机，那么他的指控、他的怀疑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你说是吧，严总？嗯。哼，江助理，你也很聪明啊。跟着林少涛这么久了，确实学了不少东西。我也给你支一招，叫防患于未然。其实早在咱们今天谈话之前，我已经向总部递交了工作报告，上面详细的说明了我的出发点和我这么做的意义，而且总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江助理，有一点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件事情如果我错了，我大不了回总部，咱们再也不用见面。但是如果你们错了，那么整个危机中国就会完了，而且你们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孰轻孰重，你觉得总部会怎么考虑呢？
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先生您好，麻烦问一下你找谁，我来帮你预约行吗？不是，参照不让进。先生，理解一下我们工作行吗？先生，谁是危机管事的人？出来见我。进。简总监、严总，奥军创达的万耀明万总来了。这么巧啊，万总消息还真是灵通啊。江助理，在警方介入之前呢，我还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，咱们及时止损，保全大家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江助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见一下万总？你好，我是危机的负责人，我叫严帅。您是万耀明先生吧？你认识我？国内通信行业很难不认识您呐。很好，那就叫林少涛出来见我。很抱歉，他现在不方便出面。那就让我女儿出来。没有人可以为难我的女儿。万总，在我们公司，没有人可以为难您的女儿。不过，您的消息的确是很灵通啊，在我们公司有朋友。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，会将事情变得更复杂。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立刻就走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让我女儿出来。老板，电话。简爱姐，您可能不了解我吧？他见不到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实话告诉您吧，您的女儿现在正在被约谈。如果您想见她的话，那只能约谈之后你再过来。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等？我从来不等，我自己去找。万总，这里是危机，我有权利请您出去的。那你就试试看。老万，怎么回事？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我不是说了我自己能处理好吗？你能处理什么呀？老老实实的，等着别人欺负啊！江助理啊，在约谈没有结束之前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去，这样比较符合规定。你们搞内斗我不管，但是别把我和我女儿拖下水。简总监，我会写一个声明，我和万总的亲属关系，涛总概不知情，我愿意立刻辞职。辞职可以走正常流程，但是我们现在决定直接开除你，所以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你的声明没有任何意义。想调查可以啊，该报警报警，该找金针找金针，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，但凡有一丁点儿损害到我和我女儿的名誉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老万，江南，涛总，你的约谈结束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就没有吧，先跟我出趟外勤。走啊！有时候呢，当你遇到一个极其难解决的僵持局面，剑走偏锋，简单粗暴往往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哎，这又教了你一招，怎么也得说声谢谢吧？好，我记下了，我回去就记到我那小本上。
这么多年了，你老说你有个小本儿，什么都记在那小本上，你真有那小本吗？有。哦，那赶紧吃口东西吧。陶总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您还是骂我几句吧。您对我这么好，我特愧疚。今天当众被人审了一顿，而且家长都赶过来了。我要是再骂你，那你是不是有点太惨了？你不用多想，没事儿。赶紧吃口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要多吃点甜的。吃了甜的，这多巴胺迅速分泌，马上就开心起来了，一切事儿也就没那么糟了。赶紧吃。陶总，我真的没有出卖过您和公司。我相信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你什么人我不了解吗？我有那么笨吗？所以你不用解释。那您不想问我点什么吗？不想。那您能不能听我说呀？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好久了。你说，我听着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爸姓万，我姓姜吗？因为你妈姓姜。不是。其实我爸这人吧，他特有意思。你知道他是做销售汉卡起家的吗？我知道。他做出点成绩之后呢，就开始修族谱、寻根。据说网上倒到清朝末年，我们家这支儿应该姓姜的，然后到了我这儿，他就让我姓姜了。你爸这脑回路真是，这很具备人文精神啊。陶总，你不要因为他是我爸，你就会顾忌他。你以前可没少在我面前说他坏话的。当然，你骂他的那些话，我可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。我说过他坏话吗？我还骂过他。我这么文明的人，你什么时候见我骂过人？咱不说我，接着说你。我们家兄妹3人，我最小。我爸是很疼我，但他从来不会溺爱我。我上大2的时候，生活费就自己挣了，奖学金还年年不落。本来想着要出国留学的，没想到遇见了你。那看来是我耽误了你。是你让我对人生、对未来，有了一个清晰的规划。哎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的你吗？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上大4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。那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小的座谈会，你是嘉宾，其实你的座位被排在最边上。是吗？我有被排在最边上的时候吗？当然，还不让你讲话呢。因为你和主讲人的观点完全不一样，一点儿都不顺着人家说。但只要你有说话的机会，你就会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，简直就像是专门来拆台的。这像是我干的事儿。后来主持人让每位嘉宾都说一句对我们年轻人的忠告，只有你说，所有的忠告和人生经验都是被粉饰出来的，一种对后来人的炫耀。所以你说你没有忠告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决定要去你那儿工作。是啊，谁会傻到敢给年轻人忠告啊？这个但愿啊，但愿你自己觉得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。当然，我很庆幸自己参加了那次座谈会，认识了你。谢谢。我也很庆幸我去参加了那次座谈，否则我也不可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学生和小伙伴，对吧？陶总，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坦白我和老万之间的关系，但刚开始，公司和奥军畅达之间
在业务上并没有那么多交集，我也就觉得没有说的必要。但后来纠葛渐渐多了，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份敏感，也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和您说。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被爆出来，给您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。对不起啊，陶总。什么对不起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我刚才都说了，没事儿。其实我心里特愧疚，我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去和您说。哎呀，行了啊！可是我刚才说了半天，全都白说了。江小姐，啊不，万小姐，你看，这回叫对了。呀，哎，老爸，没大没小，这么多人呢。你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你说的还真对，我就怕你这小鬼，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做的。老爸，虽然很多时候我都不赞同你的行事方式，但我认为你至少是个敢做敢当的人吧。不，真不是我。这件事做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面对可能存在的威胁，先下手为强，完全不给对方留任何活路。你不是经常做这种事儿吗？而且陶总不止一次得罪过你吧？你连做梦都想修理他，是吧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这么做不仅对我没有好处，连奥军创达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，连杀敌1000自损800都算不上，这根本就是两败俱伤。我会这么蠢吗？现在影响已经产生了，而且也是因你而起。就算不是你做的，那你也得负责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从头到尾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老万，这事儿不仅和你有关系，关系还大了。陶总为什么被调查呀？因为我。那我毕业找工作有错吗？我去行业翘楚那儿学习有错吗？错就错在，我是你奥军创达老总的女儿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不负责谁负责？本来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儿，这回陶总更麻烦了。你说这严帅他干嘛非不依不饶的把他摁死在这儿啊？他想彻底把 VG 从林兆涛手里给拿过来，让 VG 将来的发展路线按照他的思维去走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严帅肯定不会给陶总留任何机会了。严帅现在只控制了投资中心，这样能制衡林少涛一段时间。好在孵化中心和研发中心都还在林少涛手里。事情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迟早会烧到你身上，对吧？那也有可能到此为止啊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，老万？这种斗争能轻易结束吗？这严帅摆明了要把陶总给踩死。莫须有的罪名一定会落实在他身上的，到时候肯定牵连到你。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得尽快为陶总澄清，帮他就是在帮您自己。你帮得上忙吗？当然，你把公关部借给我用，我来做方案。哎，我挺欣赏这种力挽狂澜的气势和自信。可是丫头啊，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，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今天林少涛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你会给他什么建议？你会让他怎么做？你会建议他什么都不做，对吗？你这是偷换概念，这人跟人不一样的。你太冲动了，你这个时候替他出来说话，更像是真的同流合污了。
现在这个时候，什么都不说，才是最稳妥、对咱们最有利的。那咱们总能做点什么吧？丫头啊，仅仅是怀疑这一条，就足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，他破不了这个局。如果真的是我害了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你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。这次投标，等我们胜出了，你再出来替他说话，那个时候就有人听，而且有分量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那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用啊？一会儿我还有个会，我就不陪你了。